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MSI 季中冠军赛昨天终于是迎来一场神仙打架级别的精彩较量。T1 在与 GEN 的大战中率先赢下2局，被 GEN 让2追2，最终决胜局拿出特殊套路，成功击败对手，完成复仇。有网友评价，这次 MSI 的抽签真的是烂到不行。先是清一色的东方打西方，西方被吊打。欧美赛区4场比赛就赢了一个小场，总战绩1-12，然后又是清一色的内战 ，G2 打 MAD，T1 打 GEN，C9 打 GG，BLG 打 JDG， 完全不像是世界赛。想要有高水平的比赛，还是得等4强战的时候，那时候才能出现中韩大战。其他欧美赛区的队伍完全就跟凑数的一样。这一轮比赛也被 LPL 的观众和队伍看在眼里，对研究后面的中韩大战有很大帮助。本轮 T1 与 GEN 的比赛，2支战队都是全力以赴的作战，因为胜者组这一阶段的比赛相当重要，赢下比赛的队伍可以提前锁定前3的位置，输掉比赛的队伍有可能连4强都进不了，想要杀回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本轮比赛 T1 上来可以说就展现出了与春季赛截然不同的打法策略，选择让 Zeus 使用坦克，以 Gumeozi 为绝对核心，开始打4保1类型体系。这样的打法明显是让 GEN 非常不适应 ，Kyria 和 Zeus 都不搞了，同时 Faker 一手安妮，搭配 Warner 的波比和梦魇都能打出效果，稳定性加强之后，这套体系开始展现出强大的威力，以此加强中后期团战，提升容错率。GEN 上来连输2局，自己也开始掏出特殊套路，拿中单兰博进行应对，直接破解了 Faker 的安妮。进入第4局之后 ，Faker 选出狐狸，效果不好，被 GEN 扳平比分。最后一局 T1 再次拿出新套路 ，GEN 这边阵容选择出现一定问题，被 T1 击败。可以说两边战队都是毫无保留的拿出了自己目前阶段最强的打法体系，选手状态也都保持得非常不错。这一阶段是世界大赛最重要的，给战队的一个整体打法定一个基调，后面再做调整。目前来说，可以肯定的结论是 Faker 虽然复仇成功了，但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可以说 LPL 赛区的2支队伍需要感谢一下 GEN， 因为如果 GEN 不能在第3和第4局的比赛中逆袭扳平比分， LPL 能够看到的有价值的比赛信息或者说情报就太少了。现阶段站在 LPL 的角度，可以看出很多 LCK 赛区的战术套路 ，T1 战队的4保1体系 ，Faker 的安妮和奎桑提 ，Warner 的波比和梦魇 ，Zeus 的坦克英雄，另外还有一手特殊打野兰博，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另外 Faker 的狐狸水平没那么强，也是一个重要情报。GEN 方面拿出的新东西，相对于 T1 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从这点能看得出来 ，T1 的赛前准备明显比 GEN 更加充分。总的来说，2支队伍的实力都非常强，都是非常难啃的骨头。T1 的领先幅度其实也不大。接下来就是 LPL 的内战了。前面我们说过 ，LCK 的内战打到第5局，暴露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多的。LPL 能做出很多针对性研究，尤其是胜者组对阵 T1 的阶段，可以针对前面 T1 表现出色的英雄，做出特定的战略布置。但关键点在于 JDG 与 BLG 的这场对决，是否也会呈现出和 T1 打 GEN 一样的局势。打满5局的话， LCK 那边同样也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个人认为 BLG 与 JDG 的比赛， BLG 会扮演 T1 的角色， JDG 扮演 GEN。 简单来说， JDG 在 BO51 上来阶段肯定会选用常规 BP 套路打法去应对 BLG， 但 BLG 是大概率会在一开始就做出充分的设计，去拿一些特殊的套路或采取特殊的打法去拼 JDG 的。到时候就看 BLG 能不能上来就拼下 JDG 一局，让 JDG 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真东西。如果说最后两边都是全力以赴的话，后面的中韩对决基本就是明牌打，到时候就得重点看战队的学习和调整能力了。在今天7点将率先迎来 BLG 对阵 JDG 的强对话，作为 LPL 春季赛决赛的再次重演。而这一次不知道是 BLG 能够完成复仇，还是银河战舰的 JDG 能够再次击败对手，挺进胜者组决赛。作为一场在周末晚上黄金时间进行的比赛，尤其是还是2支 LPL 强队的对决，相信这一定是很多观众目光聚焦的一场比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谁会取得今年 MSI 的冠军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